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强武装力量的标配武器，阿马莱特 AR-15 步枪自从1962年在越南战场上服役以来，一直到今天都是美军的标配步枪，其改型数不胜数，除了美军之外，也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服役。经常有人调侃说，这个世界上的军用步枪一半是 AK， 另一半是 AR-15， 这二者不管是从装备数量还是从口碑名声来看，都只是达成了在地球上分庭抗礼这一目标。但火力军要说 AK 系列完全不如 AR 系列，如果真的要评价20到21世纪中最优秀的步枪，那么这个奖项也就只有 AR-15 可以领取。本期视频火力军就带您解答为什么 AR 系列是世界第一步枪。AR-15 是 AR 家族中的小口径步枪，发射 5.56 乘45毫米北约标准弹药。设计初衷呢是使用轻型高速小口径弹药，在增加对人体杀伤性的同时，也可以让步兵携带更多的弹药。在二战之后，士兵们装备的多为全威力弹步枪。以美军为例，其二战后第一种步兵武器是 M14 步枪，该枪使用 7.62 乘51毫米 NATO 弹，这种弹药威力巨大，弹道平直，但其后坐力相当生猛。在全自动射击下，士兵们的子弹不是打地就是打鸟，迫不得已，美军只好取消了 M14 的全自动射击功能。然后在越南战场上，使用 M14 的美军士兵遇见了使用 AK 的越南士兵。越南士兵手中的 AK-47 可以在近距离向目标全自动泼洒 7.62 乘39毫米中间威力弹，并且这样的全自动射击是可以控制的。这样划时代的武器打得美国大兵哭爹喊娘，战况一时间陷入了僵局。在1960年代，美国空军参谋长柯蒂斯·李梅就是轰炸过东京的那位，对陆军正在测试的阿马莱特小口径自动步枪及 AR-15 非常感兴趣。在测试中，工程师们发现，装备有 AR-15 的5到7人小组和装备有 M14 的11人步兵班火力强度相当，而且由于新的.223口径弹药重量更轻，所以 AR-15 步枪手的弹药携带量为649发，是 M14 步枪手的220发的约3倍。所以李梅决定为空军采购8万支 AR-15。当然，这个决定遭到了陆军的反对，毕竟陆军用的步枪用得多，空军一群在天上飞的，掺和什么步枪的选型呢？在争执之下，美军只能先向在越南服役的大兵提供了约1000支的 AR-15进行测试。不出所料，士兵对这种火力凶猛的步枪大为赞赏，认为终于有一种可以对抗 AK 的武器了。最终，在1963年1月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下令停产 M14 步枪，并且为 AR-15 的军方服役版本重新命名为步枪 5.56 毫米口径 M16， 配套的.223口径弹药也变成了北大西洋公约 5.56 乘45毫米步枪弹。这就是一代传奇的开端。AR-15 系列家族一般都满足以下的特征：首先，一支完整的 AR-15 一般由枪管、导气管、护木、机匣、枪机、扳机组、缓冲管、枪托等大部件组装而成。其次呢，负责容纳机枪的机匣一般为上下机匣分体布局，在野战分解保养时，士兵可以只拆解一个固定销就可以保养枪械。上机匣呢，一般连接着枪管和导气管，这些部件被护木或者是导轨系统保护，而下机匣则连接着枪托，并且在下机匣上还有提供士兵握持的手枪式握把，以及负责容纳弹匣的弹匣井。最后 AR-15 负责完成射击的各个部件，比如负责击发的枪机，负责弹头飞行的枪管，负责附近枪机的缓冲管，以及负责承受后坐力的枪托等部件，一定位于一条直线上，这也是 AR-15 设计的核心之处。一般来说，一支气吹式自动原理的原汁原味的 AR-15 都符合上面形容的特征。当然，在这之中还有不一样的，比如说 HK416 就是一支使用了活塞式自动原理的步枪。虽然它并不符合 AR-15 的一些特征，但是其他部分依然是 AR-15 的结构，操作方式呢也和 AR-15 一样，那么它就被默认为 AR-15 的布局。而另外一些，比如说 SCAR 步枪，它虽然从枪机组到自动原理都和基础的 AR-15 大相径庭，但是其一些操作方式和布局都和 AR-15 契合。这样的武器，我们虽然不将它作为 AR-15 看待，但我们依然可以看见 AR-15 的影响之深。作为20世纪服役最广泛的步枪，AR-15 的众多改型在服役中也积累了一些谣言。
不过当现在我们回顾时，就会发现这些谣言大多是一些以讹传讹的谣传。这些谣言中影响最深远，也是影响了整个 AR-15 家族口碑的，当然就要数 AR-15 在越南战场上表现不佳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实际上很简单， AR-15 在越南战场上之所以发生频繁故障，这个黑锅还得国防部来背。在一开始陆军测试 5.56 毫米步枪弹时，弹药发射药使用的是杜邦 IMR4475 单极管状发射药，而当送往越南战场的 5.56 弹药定型为 M193 步枪弹之后，陆军为了进一步节省弹药成本，就将 M193 的发射药替换为了 WC846 双击球型发射药。原本在北美和欧洲，这样的更换并不是问题，但是在越南，发射药的更换决定生死。虽然 WC846 的成本很低，但球形发射药的燃速较慢，所以子弹在膛内可以持续受到火药燃气推动。不过这样一来，因为燃烧速度较慢，所以球形发射药呢也更容易燃烧不完全。当这些不完全燃烧的火药残渣和枪膛内的润滑油结合，就生成了粘性的残渣。如果油涂的再多一些，就会形成球泥。这些残渣具有高附着性，会增大枪膛内的摩擦力。摩擦力大了，发射完的弹壳就赖着不走了，卡壳就这样发生。虽然理论上来说，球形发射药确实会导致卡壳，但平心而论，陆军更换发射药也证明卡壳率在可接受范围。此时就有一个幸存者偏差了。陆军是在干燥的北美测试的子弹，又怎么能测试出这款子弹在潮湿的越南环境中的真实性能呢？当减配版的 M193 步枪弹终于被发放到越南士兵手中时，问题也就出现了。越南丛林中的潮湿水汽和球形发射药的残渣结合，形成的污渍的速度更快，同时污渍也更结实，更难以被枪击运动清理。所以 M16 在越南战场上的卡壳、抛壳失败，甚至是抽断弹壳的现象几乎是经常发生。而且在测试中，陆军的测试人员对未减配的 M193 装药展示出的清洁性能刮目相看。因为杜邦发射药的燃速较快，所以火药残渣生成较少，导致步枪在持续射击后，枪膛依然很干净。因此，一些工程师认为这支步枪的清理间隔很少，建议将其写入维护手册。但这个活到了一些人手上就完全变了味儿。在越南战场上发放 AR-15 M16 步枪的美军军械官和教官们，对于这种他们从未见过的步枪大肆鼓吹，甚至称其为不需要被清洁的太空步枪。而这么做的目的，则仅仅是因为当时对于新步枪生产量不足，供应商没有及时配齐清洁工具。而如果很少人领清洁工具，那就不会出现枪械清洁工具的差额了。综上 ，AR-15 因为一系列因素，导致整个服役周期中最严重的故障率，以及随之而来的谣言。这些谣言几乎毁掉了这支步枪，并且至今为止还有不少人相信所谓 AR-15 的可靠性不如 AK。当然，只要我们简单思考一下就能明白， AR-15 不仅可靠性可以轻松达到一般枪械水平，甚至还在一些特定领域有着优秀的表现。比如说对于泥沙环境下使用，只要清洁得当， AR-15 就很少出故障。这是因为 AR-15 有着抛壳窗防尘盖设计，几乎杜绝了抛壳窗这一部位进入异物。另外一个特点则是，由于 AR-15 的上机匣内部仅为容纳枪机而制造，所以其空隙很小，枪机组和机匣之间结合紧密。原本这一想法是为了提高射击精度，但此时却可以让枪机这一重要的激发附近部位免受大颗粒杂物进入，例如泥浆或者粗沙粒。可以说 AR 步枪良好的密封性是其可靠性关键。而反观 AK 系步枪，它的机枪组几乎完全暴露于环境之中。AK 的抛壳窗几乎没有遮蔽，它的枪机仅有一个防尘盖包裹，起到最基础的防尘作用，无法阻挡可以影响枪机工作的异物，如泥浆和石子等的进入。这就是 AK 不如 AR 的地方。当然 AK 的密封性不如 AR 也并非没有道理，因为 AK 是苏联设计制造，其主要针对于冰天雪地，而非黄沙泥浆。在冰天雪地中， AK 的防尘盖和随动拉机柄设计可以快速破开枪机上的机冰，让枪械恢复工作。实在用手拉不开，踹拉机柄一脚也是被允许的。同时，其拨片式保险也灵活运用了杠杆原理，波动点距离转轴较远，有利于在枪身积雪结冰时依然可以打开保险。而 AR 在冰天雪地中发挥就不如 AK 了，主要是因为密封性太好了，积水进入后不能及时排出，从而在枪机内结冰，直接冻死枪机，导致其不能运动。抛壳窗防尘盖也是一样，它虽然防泥防尘，但是不防水。如果抛壳窗被冻住，就会出现在子弹激发后，弹壳无法顶开弹壳窗，导致抛壳失败的故障。虽然 AR 的保险旋钮很方便，但是在结冰情况下很难发力破冰，就必须胶水或者物理破冰之后才能使用保险旋钮。
这一点非常危险，因为无法关闭保险开枪而被对手反杀，那就真的死不瞑目了。根据这些理论来说，在枪械最基本的素质可靠性方面 ，AR 不一定就比 AK 差 ，AK 也不一定就比 AR 好。那火力军到底为何信誓旦旦讲 AR 是当今世界第一步枪呢？AR 成为世界第一步枪，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其枪有多好，枪的设计固然重要，但设计只决定了枪的下限，决定了一支枪到底有多差，而决定一支枪到底有多好及枪的上限，则是子弹决定的。AK47 使用的 7.62 乘39毫米 M43 步枪弹，这种步枪弹又有个混名，被称为尿尿弹。由于其采用了中口径设计，弹头较粗，虽然保留了高弹头质量所带来的近距离杀伤力，但是它的体积和重量也导致了它在储能上一塌糊涂。在远距离射击时，其弹道弯曲如撒尿，尿尿弹的混名由此得来。M43 弹在400米的距离上就会开始剧烈下坠，没有经验的射手几乎无法命中600米的靶子。而同样使用16英寸枪管的 AR15 步枪，在发射77格令弹药时，可以精确命中600米的靶子。可以说，从弹药所带来的性能上 ，AK47 就已经输了。并且，由于 AK47 使用的 7.62 毫米口径，它发射时的后坐力也较大。在1950年代，世界尚未出现小口径步枪时，它的后坐力尚且可以被接受，因为此时它只需要和使用全威力弹的 M14 相比较。而在 M16 加入越南战场后，和 M16 相比较 ，AK47 的后坐力几乎可以称之为野狗，这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其近距离扫射时的子弹散布。所以 AK47 这种老古董是完全无法和 AR15 相提并论的。那是否同样使用小口径弹药，也是 AK 家族的 AK74 就可以和 AR15 平起平坐了呢？对此，火力军的回答是也不是。单从杀伤力和弹道性能上来说， AK74 和 AR15 实际上是半斤八两。AK74 的 5.45 乘39毫米弹药，其核心杀伤设计是通过更长的弹头在进入人体后翻滚，从而产生更大也更难愈合的空腔。而 5.56 乘45毫米弹药，以 M193 和 M855 为例，核心杀伤设计则是通过更易碎的弹头，使得弹头在进入人体以后快速碎裂扩散，在浅层形成类似于爆炸的效果，让被命中目标更快失去反抗能力。综合来比较， 5.56 和 5.45 的杀伤能力半斤八两，甚至 5.45 还要略压一头。因为采用了易碎弹头，所以 5.56 弹药对于硬目标，比如砖墙、水泥墙、汽车等掩体贯穿能力较差，而 5.45 则没有这种烦恼。那既然火力军都说了 AR15 是天下第一步枪，为什么使用 5.45 的 AK74 会落败呢？接下来我们就得回到基础设计上来说。在使用气动式自动原理的 AR15 身上，在开枪射击时，整支枪的运动部件极少，仅有机枪后座抛壳，附近簧再将枪机顶回待发位置。这两个部件由于机匣和枪机框的引导，所以其工作循环是非常顺滑的，这就使得 AR15 的体感后坐力较小，使射手的射击精度提高。在 AK74 身上则完全相反，在开枪时，枪管上方的活塞组会因为火药燃气而剧烈向后运动，撞开枪机才能完成枪机开锁、抛壳操作。而 AK 系列的枪机又和拉机柄随动，二者结合成了一个大质量部件，在机匣上来回运动。最后 AK 的机匣并非完全包络枪机，所以在枪机附近时运动框量很大。这样一来，在射击时，枪管上有活塞组来回撞击枪机，枪机这个大质量部件又在来回运动，这就导致了 AK 不仅是枪口上跳，还有整个起到机械自动射击的结构一直在跟着抖。射手所感受到的体感后坐力自然也大于弹药的真实后坐力，所以其精度要比理想状况下要差。在自动机之外，使得射手体感后坐力增减的另一个重要部件则是枪托。AR15 的枪托设计是枪口、枪机、缓冲管、枪托均在一条直线上，可以有效将后坐力传递给射手肩膀。而 AK 系呢则不然，除了一些现代化改型或者欧美化改进之外，所有的 AK 系枪托都是呈现出斜向下的布局，所以在射击时，后坐力传递的直线和射手底肩的枪托之间有一个力矩。当枪口上跳时，射手因为这个夹角的存在，更难控制枪身的跳动。最后终结 AK74 的因素是 AR15 的扩展性极强。自从皮卡丁尼导轨问世以来， AR15 就是可扩展武器的代名词。从各种瞄具、激光定标器、手电筒、前握把，甚至是刺刀，都可以安装在 AR15 身上。而俄军现在服役的 AK74M 则缺少加装配件的能力，这是因为 AK 系列的防尘盖就只是一个简单的盖子，并不受力。如果简单在防尘盖上安装瞄具，那么瞄具将会丢失归零。所以 AK 系在枪身左侧都有一个燕尾槽导轨，
用来从侧面安装瞄具。但这样一来呢，瞄具的重量就会全部挤压到枪身左侧，导致枪身有偏左的力矩，不利于射手狙枪。虽然现在也有一些改装，比如2015版本的 AK12 突击步枪就加装了有皮卡丁尼导轨的加固防尘盖，看上去解决了加装配件的问题。但请不要忘了，现在是2024年，美国陆军所有现役部队手中的 AR-15 系列突击步枪都拥有加装附件的皮卡丁尼导轨系统，并且这个系统早在90年代的 SOP Mod 1计划中就已经出现了，并且在2010年以前，美军基本已经全面换装了全套皮卡丁尼导轨的 AR-15， 而俄军的 AK12 不仅是2015年才定型，比美军同类产品晚了快20年，并且直到今天的俄乌战场上，手持2015款 AK12 的俄军士兵只能是精锐，而我们见到的大部分士兵配发的装备也就只有老旧的没有导轨的 AK47 突击步枪，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， AK74 也被 AR-15 系统所完爆。可以说 AR-15 就是一支自动步枪该有的样子，它的物理外形围绕着棍子来设计，所有的操作部件都不突兀，这种设计是最符合人类工学的设计，因为在几千万年前，人类的祖先也是抱着长棍闪转腾挪自由活动的，所以 AR-15 的设计就是枪械最完美的设计。天才设计师尤金·斯通纳在1950年就定义了可能是未来200年甚至1个世纪内人类的自动步枪设计思路。而 AR-15 在北美的悠久历史也为其创造了广阔的民用市场，同时民用市场的奇思妙想也反哺了军用市场。你可以拥有折叠枪托的 AR-15、独牛式布局的 AR-15、AR-15 精确射手步枪、AR-15 竞赛步枪，甚至是 AR-15 机枪，这些思路都是为了军用产品的开发奠定了基础。而对于军用产品而言，美军从60年代换装 AR-15 的军用版，截止到目前为止，它都未被替换。骑射思想想替换它，骑射计划凉了。XM8 意图统治美军，最后胎死腹中。ACR 可能是最有希望的竞争对手，但最后只蜷缩在一小块民用市场。SCAR 虽然充分考虑到 AR 操作习惯，但只是被一小部分特种部队使用。最后来到现在 M7 也就是 MCX SPEAR 想要取代美军中的 AR-15， 结果自己就必须先变成一支 AR-15。谢格绍尔不得不往 MCX 上添加辅助推机柄，才能让他有资格走上测试靶场。可以说 AR-15 在美军中历经风雨，而它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依然是不可被替代的主力步枪，至少目前 M7 无法代替它的位置。世界第一步枪实至名归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有什么想要补充，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视频见。